一直以来，我的频道大部分都是在讲日本的车型，从热门的四大神车、拉力三巨头，然后到了近期相对比较冷门的型号，基本上占我频道70%的数量。那么今天就来解析更加冷门的车型，虽然它是来自日本的品牌，不过它是专属北美市场所推出的车型，所以理应来说它是 USDM， 而它就是 Mitsubishi Eclipse。Eclipse 看似只是一台普通的双门跑车，但其实它的发展背景是非常有趣。时间回溯到1970年代的北美，当时人们的代步车需求更向往省油、好保养的紧凑型轿车，而具有高性价比的日本车就成为热门的选择。不过，所有日本车要进口到北美，都会遇到一个政策问题，那就是自愿出口限制，简称 VERS。内容规定，日本每年向美国进口汽车的总数量只可以168万辆，而 Mitsubishi 为了能把更多的汽车带来美国市场，就决定与美国著名的汽车品牌 Chrysler 合作，以它的品牌作为贴标车放手在当地，来跨越政策的围栏。随着紧凑型汽车市场需求量增大，主打豪华轿车的 Chrysler 就面临破产危机。后来成功与美国政府贷款15亿美元用来投资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就是积极扩张紧凑型汽车市场。另一方面， Mitsubishi 旗下车辆长期以贴标的形式贩售，从品牌号召力角度来看， Mitsubishi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打入北美市场。双方都有各自的理念以及野心的推动下，便在1985年两者联盟成立 Diamond Star Motors， 以汽车制造工厂的方式成立的公司，除了能让 Mitsubishi 不受进口限制的问题，还能建立起庞大的商业链，同时也承诺给予 Chrysler 跟以往一样提供市场活络的紧凑型汽车用来贴标贩售，帮助他们站稳该领域的市场。随着旗下跑车 Starion 的老化， Mitsubishi 决定打造用来继承它的车型，并且它曾经在北美火热的销量表现，于是就以北美的规格去做量身研制，并在1989年作为 DSM 推出的第一款车 Mitsubishi Eclipse 就此诞生。最高规格的版本 GSX 搭载了 4G63T 引擎，并且拥有全时四驱系统，这个组合难免会与 Lancer Evolution 关联起来，于是 Eclipse 在车迷眼中也被当成双门版 Evo。 当时的时空背景， AWD 相对来说还是稀有的驱动技术，在同级别车辆里操控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加上 4G63T 强劲的动力表现，两者放在 Eclipse 车上形同如虎添翼。凭借着扎实平稳的操控性，还有强大爆发的加速力，让 Car and Driver 杂志评价它的性能是足以撼动 Porsche 944的能力，让 Eclipse 初出茅庐就获得全美的焦点。反之 Chrysler 用来收购的品牌推出 Plymouth Laser 和 Eagle Talon， 在销量上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Eclipse 以极高的销量碾压两者的成绩，让 Chrysler 把 Laser 停产掉，减少不必要的内部竞争。这一代可以说是得到国际瞩目的车型，多亏《The Fast and the Furious》这部电影，才让全世界认识这台 Eclipse。不过，这部电影是在它停产后的2001年才推出，所以在当时 Eclipse 的推出并没有如今信仰级别的声浪以及全球关注度。最高规格引擎依旧维持 4G63T， 并且底盘重新设计，改成前双 AB 后多连杆，以及解决上一代因为噪音过大导致驾驶体验不佳的问题，多方面积极改进，使得第二代得到许多车评的赞扬。不过整体而言表现还是中规中矩，毕竟相同规格的还有重量更轻的 Evo 系列，并且它在96至99年赛季统治 WRC 赛事。如果想看更多关于 Evo 是如何称霸拉力赛事以及冠上街车之王的头衔，可以点击右上角看我以前制作的影片。Evo 争霸拉力最高赛事的称势，还有前驱领域有砸下重金研发的 FTO。
没错 ，Eclipse 除了最高规格，其余都是前轮驱动的布局。再来，高阶的3000 GT 成为 Mitsubishi 旗舰代表，让 Eclipse 在北美市场受到同门师兄的挑战。但是凭借着高性价比的优势，依旧还是有30多万台的销量，在当时已经算是很优秀的成绩。尤其是全轮驱动以及4G63引擎的 GSX 版本，更是成为各家改装厂证明自家能力的武器，经常能跑出10秒级别的1/4英里成绩。然而这些成绩只是凤毛麟角，对于资深的改装匠人，动力必须超过1500匹才有资格比赛，从中缔造不少6秒俱乐部的战车，并且足以打破各大赛事的项目历史纪录。身为国产车的 Eclipse 拥有廉价的价格、维修零件容易取得的在地优势，并且本身优秀的引擎和底盘结构以及切合多数的改装零件，间接在北美产生大规模的日本汽车改装文化。形同 The Fast and the Furious 开着平价的跑车，外观涂上自己风格的涂装，以及没鸟用的空气动力学装饰品。花最多钱的地方就是改装区，随手就拿起电脑调教动力，在街道上飙车比赛，结下友谊的氛围，让影片里的 Paul Walker 饰演的 Brian 完美展现年少轻狂对于汽车文化的影子，从而激发了许多同龄层的共鸣。在各种风光事迹的推动下，第二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美人气居高不下，从而让许多人对于第3代车型有更多的期待。而 Mitsubishi 也没让车迷失望吗？这代可谓是 Eclipse 最大的转折点，最明显的改动是采用全新平台打造，取消了原有的涡轮增压版本和全轮驱动选项，引擎替换成 4G64 以及更高排量的 3.0 升 V6 6G72， 底盘调教方向变成柔软舒适。这些改动貌似要把它定位成一款 GT 跑车，以有趣的日常驾驶体验为核心。或许是因为北美玩家更注重的是直线加速感，而不是追求过往的灵活性。这一举动使得它在跑车市场逐日溃缩的时期，销量依旧可以保持和上一代差不多的水平。不过凡事都有一体两面， Eclipse 失去以往硬核的驾驶风格，激烈超驾，车身动态乱七八糟，改装潜力也无法像上一代可以达到不同阶级的体验。这代大幅改变格调的举动，流失了热爱前代硬核表现的玩家。要获得 4G63T 以及 AWD 的乐趣，只能选择 Lancer Evolution。但是在北美 Evo 并没有正式引入在当地，是直到03年北美经销商才正式引入第8代 Evo。而这也是区分 USDM 和 JDM 很好的例子，毕竟有些人会搞混。如果这个影片点赞超过3000，我就出一期关于 JDM 的冷知识。然而我对这代的印象却不太一样，我向来是偏外观党的人，它的整体设计对我来说很奇怪，会有一种巴萨马兰卖的塑胶车感觉，因为它无论是切线、门边和前保险杆的凹槽，或者灯组都感觉很突兀多疑。可能是我没有看过实车，所以才觉得整体不协调。看到第4代，可以说比上一代顺眼许多。整体来看，线条明显简化，前保险杆更加有运动感，车子侧边已经接近圆形的样子。至于动力再次提升，最高7到 3.8 升 V6NA 引擎，流线的爆发力输出获得不少赞扬。但相比同时期的 350G 和 RS350 的 3.5 升 V6 可以做到300匹以上， Eclipse 多出 300cc 的排量，仅有269匹的巅峰马力，属实惨淡。在汽车媒体的评价也陷入褒贬不一的局面。首先，大部分都认为大排量 V6 搭配前轮驱动是一个糟糕的驾驶体验，转弯幅度小，同时还比一般轿车来的差，甚至激烈过弯或者天雨路滑会失去牵引力，难以驾驭。并且一直以来的引擎噪音也是贯彻到这一代，作为中介轿跑算是不合格的水准。但是他们也给予一些正面的看法，像是流畅的换挡系统会感受到大排量的猛烈加速，或者配备豪华的内部设施，以及当时算是时髦的外观设计。以 Model Trend 的角度来说，这台是共享 Garland 的平台所打造的轿跑，是介于跑车和轿车之间的产物。Eclipse 已经足够优秀，这一说辞足以肯定它的车界地位。
尽管 Eclipse 还算是不错的性能车，但对于硬核玩家来说还是差点意思。于是 Mitsubishi 高性能部门 Rally-R 就为我们带来了 Eclipse 的终极进化版。在2005年 SEMA 车展，他们就展示了 Mitsubishi Eclipse Rally-R， 搭载可以爆发400匹的 OG63T 引擎以及全轮驱动系统，并且整车都具备轻量化的碳纤维套件。如果量产出来，那必定是与 Evo 并肩最强街车的地位。但可惜没如果，这台概念车最终没有兑现出来，所期望的终极进化版也停留在平面的海报里。2012年，随着跑车市场的萎缩， Mitsubishi 正式宣布停产 Eclipse。这款曾经风靡一时的街头战神就此走向历史舞台。Mitsubishi 将最后一台 Carapana Black 车漆的 Eclipse 用拍卖的形式出售，最终在拍卖会上以$35万的高价卖给了一位收藏家，获得的款项全部都捐给日本红十字协会，为当时的东日本大地震出一份力量，让 Eclipse 的落幕写下具有意义的行动。自1989年起至2011年为止， DSM 总共生产了90万多台的 Eclipse， 成为过去20年来最畅销的日本品牌跑车。即使停产多年后的今天，依旧在粉丝所建立的网站活跃讨论，可见 Eclipse 在北美已经留下深刻的文化底蕴。在停产后的2017年 ，Mitsubishi 把 Eclipse 重新带回我们的视野。对于车迷来说，想必是振奋人心的消息。全新平台打造4缸涡轮增压引擎，第一和第二代具有的4轮驱动，以及经典的贯穿式尾灯，满满自军的元素，可谓是重燃跑车的狂欢。就让我们欢迎新世代的 Mitsubishi Eclipse Cross。提到生物界的马，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速度。为了能表达旗下车型拥有运动的个性， Mitsubishi 就在性能车使用马相关的名字，其中就包括当时要被替代的车型 Stallion。在日文版的销售手册有这样一段文字来解释这个名字是由英文单字 Star 与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的坐骑单字 Aaron 组合而成。不过这个名字在北美会产生混淆，因为 Stallion 的英文发音和 Stallion 这个词撞声，而后者在英语中是雄马的意思。结合前面提到的传统习俗，让这个名字的由来产生谣言。他们认为其实是日本工程师在发音 Stallion 一词时发音不标准，才会顺其自然的改名。出于好奇，我使用 Google 翻译帮我解开疑惑。Stallion。听完感觉这个谣言经得起推敲。后来在后续车型 Eclipse 推出时， Mitsubishi 就以1764至1789年所出现的不败赛马作为灵感。这匹马是常在比赛中以压倒性的速度赢下比赛，出赛战绩为18战完胜。在当时就有人用谚语形容这匹马的表现 Eclipse first and the rest nowhere。后来据说因为没人愿意再和这匹马比赛，导致他后续就没办法参赛，因此职业生涯非常短暂。在北美玩家和社群里会把 Eclipse 第一、二代、Laser 和 Talon 统称为 DSM。之所以会有这个现象，是因为这几款车都是属于 DSM 平台打造。DSM 不仅仅是致敬厂家和平台的意思，这个字还代表了 Eclipse 最辉煌的过去。不过 Eclipse 在中文圈有各式各样的翻译，像是在台湾当地，因为制造商的名字有关联到钻石，所以第一、二代进口到当地顺势就叫太阳钻。过后，当第3代总代理引进时期，它的名字却改成 Eclipse 3000 GT， 导致不少中文圈的车迷会把它和旗舰车型 GTO 搞混。虽然大多认为是因为进口的排量是 3.0 升，因此命名，但我觉得多少还是有想蹭旗舰车型的名义存在。而在中国 Mitsubishi 把第4代正式引入当地后，并给它起一个非常道地的中文名三菱益科力狮。 GTF-I 把4代叫做 Meibatsu Penumbra， 2代则加了 FF 的字眼，好像有点扯远了。
当然，最普遍的中文名字还得是日式这个词，因为和天文学中日食现象一样的术语。没错，那匹不败战马就出生在日食之时，荧惑其名。结果，他们把当年叱咤风云的街头跑车冠名放在一台休闲 SUV 上，无疑遭到各界车迷的不满。虽然后面加了 cross 的字眼来区分他们，还特地声明两者并不是继承关系，但我可不想搜寻 Eclipse 的时候跳出一台无聊的大车。然而Mitsubishi Eclipse 的生涯就和 Eclipse 一样，经历短暂的高光时刻，形同日式般受到众人短暂的焦点。其实 Eclipse 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情怀，毕竟它在中文圈真的不常见，只有在电影看过，所以对它相当陌生。不过透过这次的制作，方能留下它曾经辉煌的过去，也加深我对它的认知。而这也是我频道以详细且有趣的方式传达各种车型历史以及额外知识的核心理念。影片的最后，也希望 Mitsubishi 能回到90年代打造纯粹跑车的热情，再次为我们车迷带来性能优质的传统街车。